想成大事的心法就2个字：愿力。你可能觉得这不就是许个愿吗？我每年都许。我跟你说，普通人那叫想法，风一吹就散了。这2个字乍听之下普通，但如果你真的听进去了，你会发现它所指向的东西和你以为的许愿或者励志根本不在同一个维度。今天发愿早睡，明天就被短视频带跑了。这个月发愿要精进，下个月遇着点挫折就退缩了。不是我们的愿望不真诚，是我们的愿望太杂太散，形不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而真正能成事的愿力，是佛门里一种顶级智慧。今天把这个秘密讲透，听懂了，2026年你跟别人的差距就从这儿拉开了。很多人所谓的奋斗，其实是在原地打转。你把自己弄得很忙，甚至透支了精力和健康。但每当深夜复盘，那种挥之不去的虚无感会告诉你，你并没有真的在接近理想中的自己。这种空源于一种错觉，你以为只要不停跑就能到达终点，却没发现自己深陷在思维的环形跑道里。华严经里藏着一个能够击碎这种轮回的逻辑：发起心，即入菩提。这几个字直接否定了我们对时间的线性认知。他说的不是你努力了，所以你到达，他说的是发心的那一念，你和终点之间的距离就已经消失了，不是将来会到，是当下即是。当你真正发出一颗清净坚定的本心时，起点与终点的鸿沟在那一瞬间就消弭了。你不是因为走了很远才变强，而是因为你转念的那一刻，你的存在结构已经发生了质变。佛门里有一个说法，愿力大于业力。我们常被业力牵着鼻子走，那是你过去所有的行为、念头、选择累积下来的惯性，是那些你以为早已注定无法改变的命运轨迹。而愿力是你当下这一念所发出的方向，只要这一念足够纯粹，它就像是一把利刃，能斩断过去所有负面的纠缠，让你从原本的宿命轨迹中实现惊人的并线。大多数人的愿望之所以会随风而逝，是因为那只是意识表层的贪求，而非骨子里的愿力。真正能改命的愿力，是能够让你在遭遇挫折、面对诱惑时，依然如磐石般不动的定力。这种智慧曾支撑起无数觉者的生命，而现在它同样能成为你拨开迷雾的灯塔。在故事开始前，请你试着写下这句话：愿力无边，如是成就。这不仅是文字的契合，更是某种深层意识的觉醒。一旦你认清了这一点，你所有的努力将不再是无效的重复，而是步步扎实的显化。好，我们现在开始。宋朝五台山，冬天，山里下了一场大雪，把整个世界压成一片沉寂的白。有一个年轻的僧人，法号守一，这一年刚刚23岁，是这座山里一个中等规模寺院里最认真的弟子之一。说认真不是随便说的。守一有一个旁人都不知道的习惯，他有一本厚厚的册子放在枕头下面，每天睡前都要翻出来看一遍。那本册子里密密麻麻地写着他的愿，不是那种我想成功、我想开悟这类宽泛的话。守一的愿写得非常具体，每一条都有出处，都有他思考的痕迹。是于此生精研华严，不通彻七处八会，不离文字是化导本寺方圆百里之苦难众生。尤其老病之人，死前皆得闻法事，每日3拜自省，不间断，以此为修行根本，一条一条密密麻麻写满了40几页。每天睡前，守一会把这些愿从头到尾念一遍，像点名一样，逐一对照自己今天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差在哪里。有时候念完，他会感到一阵振奋；有时候念完，他只剩一种说不出口的疲惫。但不管怎样，第二天早上他都会继续。
他入寺是因为家里的变故，父亲早逝，家里一贫如洗，是寺里的师傅收留了他。但守一不是那种随波逐流，只是来混日子的人。他打从心底相信，他这一生来到这里是有原因的。他相信，只要他的愿够真、够坚定，这些愿终究会成真。然而，到了第3年，他开始怀疑自己，因为他发现那本册子上的愿一条也没有完成。华严还没有通彻，他念到第3卷就陷入平静，硬背下来了，却不明所以。周围的苦难众生，他去探望过几次，但他说的话，老人们听了只是点点头，他感受不到任何化导的迹象。每日3拜，中断了不下20次，每一次中断之后重来，他都感到一种愈来愈深的挫败。他开始在那本册子的边边角角加上注释，哪一条进度落后，哪一条需要调整策略，哪一条因为什么原因暂时搁置。册子越来越厚，注释越来越多，而他和那些愿之间的距离感觉越来越远，不是越来越近。那些愿开始从他的梦想变成他的债主。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注意到寺里的一个老僧，法号虚怀。虚怀住在寺里最偏僻的一处小院，每天做的事情从守一的眼光来看，简直枯燥得无法理解。扫地喝茶，在厨房帮忙择菜，有时候搬一把椅子，坐在院子里望着山，什么都不做，就那么坐着。寺里没有人特别提起他，他的名字也不在什么辈分排序的显眼位置。有一次，守一好奇地走过去，恭敬地问：“师父，您修的是什么法门？”虚怀当时正在用手指拨弄杯子里的茶，听到问话，他没有立刻回答，先抬起头看了守一一眼，然后低下头继续拨弄茶杯，平静地说：“你呢？你修的是什么？”守一说：“弟子修的是发愿。”虚怀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守一以为那个点头是肯定，鞠了一躬，转身离开。但走回禅房的路上，脚步越来越慢，总觉得心里有一块地方不对劲。他不知道那块不对劲是什么，但他记住了那个感觉。第4年，冬天来得特别早，守一的状态跌到了入寺以来的最低点。他开始失眠，每天夜里盯着那本册子，翻来覆去，感到一种将他整个人往下拉的力量。那种力量没有名字，但他知道它的重量。那年初冬，他做了一件事，他把那本册子的条目重新整理了一遍，删掉了他认为不切实际的，调整了几条方向，用工整的字体重新扛写了一份，装订好，放在案头。他以为这样会好一点，但那天晚上，他坐在摊写好的新册子前看了很久，最后把它合上，闭上眼睛，发现心里还是一样的感觉，不是方向不对，是某种更根本的东西出了问题，只是他不知道是什么。那年11月，五台山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守一个人坐在禅房里，窗缝透进来细细的冷风。他把新的册子翻到最后一页，盯着那些字，忽然就哭了。不是悲伤，是某种他从来没有用这个词来描述过自己的感受，彻底的耗尽了的透明的疲惫。他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窗外的雪越下越大，院子里的声音越来越沉，整个世界变得非常安静。当他终于从那种状态里回过神来，天已经全黑了，雪还在下。他站起来，披上僧衣，推开门，在雪地里一步一步踩着，脚下的雪发出细细的声音。他就那么走着，走到了虚怀的小院前。院子里有一盏灯，透过纸窗映出昏黄的光。守一站在门口，站了很久，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来这里是为了什么。他只是站着，雪落在他的肩上，慢慢地积起来，门从里面开了。虚怀站在门口看了守一一眼，没有惊讶，
只是说了一句：“进来吧，冷。”守一进去，跪下。他把那本新册子双手捧着放在地上，说：“师父，弟子发了4年的愿，什么都没成。”虚怀在油灯前坐下，拿起那本册子，翻了几页，很快放下，然后问了一个守一完全没有准备好的问题。他说：“你的愿是你的吗？”守一愣住了，喃喃说：“是我写的，是我发的。”虚怀摇了摇头，说：“你写的是你认为你应该要的，那不是愿，那是你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停了一下，他又说：“你在里头。”守一不懂最后那4个字的意思，他问：“师父，弟子不明白。”虚怀没有解释，只是再看了他一眼，然后把桌上的茶杯递给他，先喝茶再说。那天夜里，守一在虚怀的小院里坐了很久，也没有得到任何答案。他回到禅房，在黑暗里睁着眼睛，把那4个字在脑子里转了一遍又一遍：“你在里头，你在里头。”他不懂，但心里那块石头比之前沉得更深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守一做了一件很多人听了会觉得奇怪的事。他把那本册子放进了行李箱的最底层，压上了其他东西，不再取出来，不再翻看，也不再对照。这个决定让他感到一种奇特的恐慌，因为那本册子是他这4年里唯一能证明自己还在路上的东西。没有他，他好像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在寺里吃饭睡觉的普通僧人。但他还是把他压在了最底下。他开始做另一件事儿，观察虚怀，然后跟着做同样的事情：扫地、喝茶，在厨房择菜，坐在院子里看山。刚开始，他的身体坐着，脑子却一刻都停不下来。他不断地冒出各种念头：你这样做是在浪费时间，你还有那么多没完成的事儿。你以为学虚怀就能开悟吗？你不过是在逃避。守一听着这些声音，一句都没有回应，继续坐着，有时候坐到腿麻，有时候坐到太阳已经偏西。就这样过了几个月，有一天清晨，守一在厨房帮忙洗碗，水是冷的，冬天的水冻得手发红，但他就那么洗着，碗一只一只洗干净，摞起来。洗到一半，他发现虚怀也来了，站在他旁边，拿起一只碗开始洗。2个人就那么安静地洗着，没有人说话，只有水声和碗碰碗的声音在厨房里轻轻地响着。守一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到了入寺第1天的那个傍晚，他在佛前发愿时红着眼眶的那个自己，想到那本册子，想到这4年。然后他对着旁边洗碗的虚怀问：“师父，您的大愿是什么？”虚怀洗了一会儿才说：“洗碗。”守一愣了，那一刻脑子里有什么东西裂开了一道缝。他没有立刻懂，但他感觉到了那条缝很细，但他在那里，一直都在那里。真正的转折发生在第5年的春天，山里发了一场洪水，附近几个村子遭了灾，田地被毁，房屋倒塌。寺里的师傅们决定下山帮忙，守一也在其中。他们搬砖、清淤泥，帮忙修屋顶，把受伤的老人抬到高处。那几天，守一根本没有时间想自己的愿，没有时间想自己修了多少、欠了多少、差了多少，甚至没有时间想自己是谁。他只是埋头做，一件做完再做下一件，手脏了抹一把继续，肩膀酸了换一边扛，没有计划，没有对照，只有眼前的事。第3天的傍晚，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身上是泥，脚上是泥，手上是泥，但他不觉得脏。他就那么坐着，看着远处的山，看着云在山顶慢慢移动，看着黄昏的光一点一点从金色变成橙色，变成暗红，最后沉进山的后面。那一刻没有守一这个人，有的只是黄昏的光，凉下来的风，
石头的触感，以及某种他之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东西，一种从它里面流出来的安静的彻底的满足。不是我做了一件好事的那种满足，是连我都不在的满足。他不知道自己做了多久，只知道当他回过神来，天已经完全黑了，其他人正在收拾准备回去。他站起来，脚发麻，踉跄了一下，然后笑了一下，也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回到寺里，他没有立刻去找虚怀，他在禅房里坐了很长时间，就坐着回味那个黄昏的感觉，像是在保护一团刚刚点燃的小火苗，不敢太用力，也不敢不管它。3天后，他去找了虚怀，他没有问问题，只是坐下来跟虚怀对坐着，就这样坐了很久，没有人说话。最后虚怀说，现在你的愿是真的了。守一问，我什么时候发的？虚怀说，你忘了自己的那一刻。守一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一直记得这句话，你忘了自己的那一刻。他没有立刻把它解释清楚，也不打算解释清楚，他只是知道从那天的黄昏开始，有某种东西不一样了。不是他变得更厉害，不是他的愿写得更完整，不是他每天更精进，而是他和那些他想做的事情之间那条叫做距离的东西消失了。他不是在追了，他是在做了，就只是这2个字的差别。但这2个字之间隔着整个宇宙。守一后来在寺里一块石头上刻了4个字，无我即愿。那块石头据说至今还在五台山的某处，被厚厚的青苔覆盖着，但字还清晰。我讲这个故事不是为了让你感动，也不是为了让你觉得修行很美，是因为守一走过的那一段路和你现在走的路惊人的相似。那本写满愿望的册子你有，只是你的版本可能叫做目标清单、年度计划白板上的便利贴，或者手机备忘录里那几十条没有打勾的待办事项。那种努力了很久，对照了很久，却感觉越来越空的感受。你有那个让守一迷失的核心问题，你也有。你不知道你的愿是不是真的你的愿。现在让我们把这件事一层一层拆开来看。愿力到底有哪些维度？为什么守一发愿4年没有用，而在黄昏那一刻什么都没有刻意去做，愿力却启动了？第一个维度叫做极致专注。这个词大多数人一听就以为理解了，就是很专心嘛，不分心嘛。不是的，专注有层次。你每天工作的时候你也在专注，但那不是我说的那种专注。真正的极致专注有一个核心特征，眼中没有第2条路。不是我努力去专注，不是我设了番茄钟提醒自己，是那件事在你的人生里是唯一的那条路，其他路你根本没有放进视野里过。守一就在那几天，他没有专注的意图，但他自然的极致专注了。因为眼前的事就是眼前的事，没有第2条路。不是他在搬砖的同时想要不要改换一种搬法，而是砖就是砖，搬就是搬。此刻只有这个。华严经里描述的那些大菩萨，每一位都有一个本愿。注意，是一个，不是10个，不是5个，是一个。地藏菩萨的本愿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文殊菩萨的本愿是以智慧光明破一切众生痴暗。每一个本愿都清澈到极点，没有余地，没有例外，没有或者当你的愿聚焦到这种程度，你所有的能量都在同一个方向流动。那种力量是同时散在10个方向的力量，根本无法比拟的。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很可能不是方向错了，而是你同时走在太多条路上，每条路都在分你的力，每一个愿都在消耗你，到最后你累了，但每一条路上你都没有走多远。什么叫做眼中没有第2条路？不是强迫自己只能选这个，而是当你找到那个真正属于你的愿，你自然就不会想要去走别的路。
不是放弃了，是没有兴趣了。这种状态不是你努力培养出来的，是你找到对的愿之后自然发生的结果。然后是第二个维度，彻底忘我。这是整个愿力体系里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个部分。很多人听到忘我，第一个反应是，这是道德层面的东西，就是要无私，要奉献。不是的，这里说的忘我是一种心智操作的方式，是一种存在状态，和道德无关。守一在黄昏坐在石头上的那一刻，我不见了。那个我是什么？是那个每天检查我有没有进步，我比别人强吗？我会失败吗？这样做对不对的那个内在执行长，他暂时休假了，离开了，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自己在做了，风景自己在显现，满足自己流出来了。你想想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做一件事做到忘我，做完之后发现时间过了很长，但你不觉得累，反而有种说不出来的充实和轻盈。那就是忘我的感觉。那种状态不是你努力控制出来的，是我退场之后自然浮现的。佛学里的无我常常被拿来当做一个很高深的哲学命题讨论，但它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层面。当你不再把我的结果、我的面子、我的得失放在最前面，事情反而推进得更顺，机会反而更容易进来，那种力量反而更大。原因并不神秘，你的注意力不再被那个时刻在计算的我分走，全部都投注在事情本身了。而当你不再只取结果，你对那件事的感知变得更敏锐，你对时机的把握变得更准确，你的行动也变得更自然，更有效率。真正障碍你的从来不是外界，不是别人挡了你，不是运气差，不是机会没来。真正挡在你和你的愿之间最后的那道墙，是那个怕输的我，是那个时刻在计算、时刻在自我保护的我。愿力的本质之一就是穿越那道墙，不是强行撞破，而是让我退一步，让更大的力量从你里面穿过来。第三个维度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无限时间。这三个字说起来简单，但真正做到的人少之又少。我们习惯了用时间框架来衡量一切，3年内要做到什么，5年内完成什么，30岁之前要有什么，40岁之前不能落后。这种时间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用的，它会给你一个具体的方向感。但是当你把时间压力混进愿力里，愿力就开始质变，它会从我在做这件事变成我正在赶路。一赶路，那个焦虑的我就回来了，忘我就消失了，专注就散掉了。整个愿力的结构就这样被时间压垮了。佛门里的愿是跨越时间维度的，地藏菩萨的愿没有截止日期，法藏比丘在成为阿弥陀佛之前发了48愿，也没有说我要在多少劫内完成，而是说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如果做不到我就不成佛。但这个承诺是永恒的，不设期限。这不是消极，不是懒散，不是放弃计划，这是一种对时间彻底放下的智慧。当你不再跟时间讨价还价，时间就无法困住你。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完整的，不是为了赶到某个节点才有意义，而是当下本身就是意义所在。你一旦有这种状态，反而会发现那些你以为遥不可及的事，往往在一个你没有预期到的时刻，悄然就那样到了。不是你追来的，是他自己找到你的。现在我要讲一件比这3个维度更核心的事，是关于愿力和努力的本质差异。很多人以为愿力是加强版的努力，我告诉你，不是。它们是2种从根本上不同的存在结构，就像水和冰本质是一样的东西，但在不同的状态下性质完全不同。努力的内在图像是这样的，你在这里，目标在那里，中间有一段距离，你正在用尽全力跑过去，目标是客体，你是主体，你们之间有一道沟需要被填满，需要被跨越，
所以你很累，因为你一直在追，而且那个目标你越追，有时候越觉得它在往前退。愿力的内在图像完全不同。我已经是了，不是我想成为一个有爱的人，而是我就是爱。不是我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而是这件事儿是我的自然状态。这个区别听起来很玄，但它在实际生活里的体现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处于努力模式的人，他的每一个行动背后都藏着一个无声的问句：够了吗？我做得够好了吗？我有没有在进步？这个问句从来不停，它消耗掉他大量的精力，而这些精力本来可以全部投注在事情本身的。一个处于愿力模式的人，他的行动不需要这个问题，因为他不是在做事，他就是那件事。虚怀的愿是洗碗，不是因为洗碗有多伟大，而是当他拿起那只碗的时候，他就是洗碗这件事本身，没有分裂，没有计算，没有我在做这件事和这件事之间的距离。那种合而为一的状态，才是愿力在最平时的日常里的真实样子。最后还有一个维度必须谈到，是整个愿力体系里启动一切的那个力量——信。信、愿、行，这三者在佛门里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不是分开的三件事儿，是彼此生发、彼此依存的关系。信是土壤，愿是种子，行是阳光和雨露。但这里的信，不是你以为的那种我相信美好的事情会发生，那只是期待，不是信。金刚经里说，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注意这个逻辑，实相不是因为你信才产生的，实相本来就在那里，是你的信心足够清净，它才向你显现。就像守一在黄昏那一刻感受到的那种彻透轻盈，那不是他努力修来的，不是他发了正确的愿就拿到的奖励，那是一直都在那里的东西。因为他的我暂时退开了，他才有空间显现出来。这是一个关于认出的比喻，不是创造的比喻。太阳每天都在那里，但你必须等到天亮才能看见它。你的信不是创造了日出，而是你终于肯睁开了眼睛。信心清净是一种极深的清醒，你相信那个一直都在的东西是真实的，不是你想象出来的，不是自我安慰，就是真实存在的。只是你之前的眼睛没有睁开。当你带着这种信去发愿，当你的信和你的愿是同一个方向，当你的行动从那个信和愿的地方流出来，那就是完整的愿力，那是一种能撼动一切的力量。现在我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这件事，是关于你，不是守一，不是虚怀，是你这个人，你现在的处境。很多人听到愿力会觉得这个道理我懂了，但我要怎么做？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先停下来检查1秒钟，因为我要怎么做这个问句默认了做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但愿力的世界里，首先要做的不是做，而是往内看，找到你那个真正属于你的唯一的愿，听一听自己内心最深处那个最安静的声音说了什么，要找到你真正的愿。第一步不是写，是静，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明天我什么都不缺，钱够了，认可也够了，别人都觉得我很好了，我还会想做什么？不要急着回答，让这个问题在心里泡着。也许第一个冒出来的答案不是真正的答案，只是你的习惯反应。真正的答案有时候会慢一点才到来，但它到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不是兴奋，是一种更深的安静的对，就是这个的感觉。那个感觉比你能写出来的任何答案都更接近你真正的愿。第二件事儿是关于误区，因为即使你找到了愿，在实践的过程中有几个坑，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掉进去。
第一个误区是把欲望当愿，欲望是我要得到，愿是我要成为。欲望背后有一个匮乏感驱动，因为我现在不够，所以我要，而愿力背后是一种内在的丰盛，因为我本来就是，所以我做。当你的目标背后藏着我要证明自己，我要被别人看见，我要填满心里那个空洞，那不是愿，那是焦虑在推着你。焦虑是一种力量，但它是消耗型的力量，不是生发型的力量。两者的感觉，你仔细去辨别是不一样的。第二个误区是以为愿越宏大越好，宏大不等于真实。一个写满了普度众生、利益天下的愿，如果不是从你心里真正流出来的，那它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包袱。而虚怀的愿，就是洗碗，就是扫地，就是坐在那里让旁边的人感受到安定。这个愿小吗？无比小。真实吗？无比真实。愿力的大小不是由愿的规模决定的，是由它的真实程度决定的。一个真实的小愿比1000个宏大的假愿力量大得多。第三个误区是把结果当成愿。我想成功，我想要财富自由，我想要人们尊重我，这些都是结果，不是愿。愿是你愿意活在其中的那个过程和方向，不是你想要抵达的彼岸。当你只盯着结果，你就一直处在努力的模式，主体在追客体。而当你找到那个你愿意把整个人投进去的过程，愿力才会开始运作。第四个误区是以为发了愿就一劳永逸。愿力不是你签了一份合约，然后就可以坐等交付，它需要你每一天都在里头，用你的行动、你的选择、你的专注，一次次地把它活出来。每次你面临选择的时候，有一个最简单的检查方式，这个选择和我的愿是同一个方向吗？这个问句比任何目标管理系统都更有效。然后我要谈一下实践层面最具体的事儿。有一个方法极其简单，但效果非常深远。每天早上醒来做一件事儿，回到你的愿，不是翻计划，不是看日历，不是打开手机，就只是让自己静下来，感受那个愿，感受它在你心里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是温的还是热的，是近的还是模糊的，是充实的还是有点空。这个感受本身就是在滋养你的愿力土壤。然后当你开始今天的第一件事儿，不管它是什么，试着把你的整个注意力放进去，就这一件做完整。不要同时脑子里跑着后面6件事儿，不要一边做一边评估自己做得好不好，就只是做。这不是高深的修行，这就是愿力在日常里最平实的形式，当下完整不分裂。最后还有一件事要说，关于那个时常阻碍你的我。守一在寺里发愿4年，那本越来越厚的册子就是我的作品。那个我时刻在检查、对照、评估、焦虑，他不是守一的敌人，但他确实是守一和他的愿之间那道最厚的墙。你也有这个我，处理它的方法不是消灭它，不是强行压制它，而是给它一个位置，然后继续前进。就像守一开始跟着虚怀扫地喝茶的那几个月，他没有在心里喊我要忘我，我要无我，他只是做眼前的事。慢慢的，那个喋喋不休的我自然就没那么吵了。当你专注在当下的行动里，我会自然的退缩，不是你把它推走，是当下的充实让它没有空间闯进来了。还有最后一件事是关于信心。很多人对自己的怀疑不是来自于能力不足，而是来自于一个更深层的信念。他们不相信自己值得那个愿成真，这是一种往往被我们忽视的非常幽微的障碍。他不会大声告诉你他在，他只是在你每次想要更进一步的时候，悄悄地拉你一下，让你退回原位。华严祖师法藏说，发心时即具究竟一切功德。
这句话值得你好好想一想它真正的意思。你发心的那一刻，你已经具足了成就这件事所需要的一切，不是将来你努力了才会得到，不是你证明了自己够好才能拥有，是当下你已经有了。这不是自我催眠，这是一个关于你本来面目的陈述。你的本来面目从来不是匮乏的，那个匮乏感是你后来加上去的信念，不是你的本质。当你开始对你的愿力产生真正的信心，不是我希望它是真的，而是我知道它是真的，你会发现这两种感觉之间有天壤之别。前者是期待，后者是认出。认出是信心最深的形式，也是愿力真正启动的那个瞬间。手艺最后刻在石头上的那4个字：无我即愿。这就是关于愿力所有讨论最终会抵达的地方。不是愿望有多宏大，不是你有多努力，不是你的计划有多严密，而是在那个我消失的地方，愿才真正出现。这对习惯了努力才有收获这个信念的我们来说，可能有点反直觉。但你仔细想想，那些你真心佩服的人，那些你觉得他们真的做成了一些事的人，他们身上是不是有一种共同的气质？他们好像不是在追什么，而是在做一件他们本来就已经在里面的事，那就是愿力的样子。华严经里有那么多宏大的宇宙图景，那么多层叠的法界，那么多菩萨的世界，但它最终所有的描述都在指向一件事：你这颗发心的那一念。发起心即入菩提，这一念不在遥远的山顶，不在某个完美的时机，不在你变得更好、更成熟、更有资格之后，就在现在，就在你愿意安静下来认真问自己那个问题的这一刻。写到这里，我突然有个问题，想问问看到这里的朋友，在这一生里有什么事情，就算一无所获，就算没有任何人知道，就算要花一辈子的时间，你还是想做的？那个答案就是你的愿，那个愿才是你真正的力量所在，是你今生最值得托付的事情。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任何触动，麻烦帮我按个赞，这个小小的动作会帮助更多需要听到这些话的人找到这支影片。如果你愿意的话，把它分享给一个你身边还在拼命却感到疲惫和迷茫的人，也许他们正在等的就是这个答案。留言区，我想看看你的回答是什么，你那个唯一真实的愿是什么？随喜功德，我们下次再见。